大家晚上好啊！我们又开始了新一次的直播。嗯，稍后要去先发消息，因为最近是老婆不在家，所以没有人给剪片子，导致必须要自己折腾所有的事情啊，稍微的紧张一点点。然后这里啊。眼镜儿，眼镜儿，先搁在这儿吧。好，看看大家在说什么。Kevin 又跑来了啊！晚上要陪妹子吃海底捞，提前留个言，不一定能看到直播了。这一次想试一下，楼下山姆买点肥牛带进去，看看让不让吃啊？海底捞应该不太管你这些事儿。上周终于提了预期 Pro 啊，这个感觉真的挺好开的啊！这几天都在外面开车，没时间看直播了。你可以在预期里头用预期的 WiFi 来看呀。很喜欢导航的声音从头枕里边出来啊，对，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的点。我爸妈提车前刷抖音，觉得小米各种问题，想劝我放弃提车，真提车坐一下就不说话了。哎呀，但是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小米的车呢，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应该还是安全的，但是你说你就真赶上了呢，还是要小心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元旦后很少看直播了。哎呀，你们还是要抓紧来看直播，还是要记得去点赞呢，对吧？这个不点赞，咱们就没有那么多人能看到直播。好，让我来把评论找出来啊！咱们又是一周一次的老范读评。第一条，劳 A 归国啊，这个劳 A 归国这条真的是很奇怪，很多人上来骂我。他们也不看，说那你看美国人都承认了，美国人就是有这个斩杀线，你在这洗什么呢？啊，这个反正也挺有意思的吧。那么他们愿意骂就骂吧。这个有人讲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其实呢，我一直觉得斩杀线本身这件事儿呢，真假一点都不重要，对吧？咱们能够讨论就最可贵了啊。说这个斩杀线存在啊，我们可以讨论，然后要大家引以为戒，这个事儿才是最重要的。斩杀线啊，任何否认的人啊，这个就属于是社会自信不够的表现。还有人说啊，我是一个去过美国的台湾人，老 A 说的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是真的。像老 A 呢讲的就是，其实他也是在讲故事，跟老范一样，也是在讲故事。所以说老范讲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有可能啊，但是呢，你让老范保证讲的东西都是真的呢？这个也不能保证。老范干的活就是我们把故事讲了，然后大家呢可以对这个事儿进行讨论，也就完了，对吧？然后我们去否认斩杀线这个事儿是从来不存在的，或者说美国人都承认了，你有什么可狡辩的？老范也从来没有说斩杀线这个事儿，他就从来不存在过，对吧？这个所以大家的关注点都比较奇怪啊，就是你想这是上周的节目，但这周还是大量的评论在讲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啊，我估计可能是不是最近因为这件事儿，这个投诉我的人也不少啊，反正最近看节目的人不多啊。吃火锅还能自己带菜进去啊？那岂不是只买一个锅底就行了啊？这个反正海底捞一般管的真的不是很多。你像你在那吃火锅，人家门口还可以替你免费做美甲呢，对吧？所以你稍微带点肥牛进去，不好说啊。这个事儿我觉得每个店可能不太一样。你像原来在中国的山姆超市外边那些火锅店，都是允许你从山姆里头买东西带进去的。就是它等于是里边是超市嘛，外边是一块吃饭的地方。但是现在呢已经变了啊，现在这个
反正北京我常去的山姆超市，就是原来开饭馆那地方都关掉了，好像有些饭馆是搬到楼上去了，等于就是你没有办法从这个里面带着这个吃的东西上去了啊。现在已经发生很多变化了。美国这个情况搞得我很焦虑，继续下去感觉世界大战快了，这应该不至于吧？感觉老范比以前瘦了啊，这个看来二甲双胍真有减肥作用啊，倒也没有了。二甲双胍最开始是减肥药啊，但是它后来是好像减肥的效果不够明显，然后才发现了它可以降糖。现在好像知道劳 A 是先去美国读社区学院，然后回国几年，然后又去美国社区学院继续读，好像本科都没读出来，社区学院也没有这种生物化学专业的。哎呀，这个我觉得劳 A 到底是个什么人，这事儿也没那么重要了。这个来了啊，也赞了啊，欢迎欢迎。车机 WiFi 一般都有白名单，外网和奇奇怪怪的端口都封掉了，没有啊？你像我还在那个预期上给大家做过 YouTube 直播呢，对吧？所以不会有问题的，就是拿手机直接挂在 WiFi 上，然后这个挂上梯子以后就开始直播，这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继续啊，这个 Web Coding 正在杀死传统软件 SaaS 公司啊。有人说按照你的逻辑，世界500强都要去死吗？我觉得按照谁的逻辑，世界500强也不一定就都要活下去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世界500强里头有一些会死，有一些会活下来，有一些会换位置，这个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吗？你不能说今天你叫世界500强了就有一免死金牌啊，对吧？这是什么逻辑啊？还有啊，说用 AI 能写程序玩玩啊，我同意，但只能写一些简单应用，项目复杂一点 AI 就干不了了，里面的错误会指数级的增加，所以 AI 根本做不了软件工程。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时代在发展，而且发展的很快啊。我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也这么想，这个刚有这个 GitHub Copilot 可以做代码补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AI 可以去做完整的软件工程，可以去做这个什么单元测试，可以去做整个这个各种的系统啊，这个原来我也没想过，但是现在呢肯定是在往前走。但你说现在这个 AI 是不是已经可以去处理所有的工程类型的，或者所有规模的工程都可以去搞呢？肯定也还有一点点小差距，但是呢，这种东西的进化过程一定是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要快的啊。可能今天咱们这儿说着呢，明天啊就会有一些变化。现在你像 OpenAI 也好，还有像这个 Anthropic 也好啊，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项目是100%由 AI 来写了。我记得在去年啊，不对，去年应该在前年吧，2024年年底啊，这个谷歌的 CEO 就在讲说，我们谷歌的代码现在有30%是由 AI 写的，对吧？那么现在的话，是不是到70%了啊？到什么时候可以到100%啊？因为 Anthropic 跟 OpenAI 现在已经号称我们不是所有项目啊，有些项目已经到100%了啊。那么是不是到再过一年啊，比如说到2026年的年底的时候，就是极个别项目需要人去参与，然后绝大部分项目都是100%由 AI 来去完成的。我觉得这个速度也许我预估的还稍微慢一点点啊。然后呢，有人说想问一个问题：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AI 干不了，AI 干不了的事情是什么啊？我就是对这件事情感兴趣啊，这个他觉得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吗？啊，没有啊，这个老范经常犯一些很二的事情，这个绝对不敢去贪功啊，说老范自己聪明啊，这个是没有的啊。至于 AI 干不了的事情呢，现在还很难说啊，因为以前呢说 AI 是没有办法提出需求的，AI 是没有办法有想法的啊。那么现在正在发生变化啊，我在达沃斯论坛上看到了一个最悲观的人啊，还不是这个。Anthropic 的这个 CEO 啊，阿姆戴伊啊，而是写这个《人类简史》的那哥们儿啊，尤瓦尔·赫拉利啊，那真的是最悲观的一哥们儿。他的那期节目呢，我本来想录一期节目跟大家讲一讲，但是因为怎么说呢，达沃斯论坛上的内容已经做了2、3期了啊，所以再往下做一期，我也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吧，这个看看后边怎么办吧。AI 其实没有什么做不了的啊。这个可以跟大家去讲。
还有啊，说这个就跟那个关于会计的笑话是一样的 ，AI 没法替你坐牢，自然也就没法在审计会议上帮你顶锅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你现在觉得它没法顶锅，但是你想自动驾驶，对吧？一旦到了 L3级以后的自动驾驶，那打开自动驾驶的情况下出现车祸，所有的责任是由车企来承担的。既然自动驾驶可以搞定这件事情，那么 AI 去进行会计审计或者会计的这种工作的话，那最后它肯定也是能够承担责任的啊！咱们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个 AI 不能在会计的这个账簿上签字 ，AI 不能在医生的那个上的签字，对吧？AI 还说开车有问题啊，这个司机必须在旁边这个全神贯注看着。那么现在已经开始有变化了啊，所以别惦记说 AI 不可以替你去坐牢这个事儿啊，可以的。好啊，我们继续啊，这个好多的青年哈啊，为了世界和平而焦虑。哎呀，这有啥可焦虑的呢？上次海底捞隔壁大学生直接 B1超市买好啤酒、牛羊肉自带进去吃了。这个我觉得，反正我也好长时间不去海底捞了，因为海底捞其实挺贵的，吃的呢我也没觉得有多好。不要让不信 AI 的人相信啊，因为等他信了，他就是你的竞争对手，最好让他们继续沉睡。哎呀，这个不需要玩这心眼儿，AI 本身发展的速度就快极了。对，想多了啊，相信还是不相信，先避免自己被 AI 降维打击。这个到底怎么个降维法？现在还不好说啊。这是森林里遇到熊的故事，你不需要跑得比熊快，你只需要比你的朋友跑得快就行了。这个真不一定啊，因为降维打击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在里边幸存的。你就像，这个词是哪来的呢？这个词是由《三体》定义的啊，《三体》里边专门有一个叫降维打击。他是二向箔上来，二向箔上来以后的话，除了可能最早跑出去的那一两个人之外，剩下无一生还，对吧？这个才是降维打击。好事儿啊，雷军良心，我之前未来就是不行啊，车载 WiFi 有白名单啊，还有这种事儿，好吧，真没想到。欧印 AI 啊，好。我很悲观啊，在不久的未来，机器人和 AI 会全面取代人类，人类生存的意义何在呢？哎，活一天是一天吧，哪怕明天是世界末日，咱们今天还是开开心心的过好今天的日子不就行了吗？All in God，好吧，这个金价已经涨到5000几了，5300还是5000几了啊？这个很恐怖。我去年还问银行的理财经理说，金价能不能涨到4500呢？他说你要稍微保守一点，不能这么激进，这个就没法挣了啊。问题是你是否真能跑得比熊啊？你是否真能比熊跑得快啊？再说 AI 这头熊一口吃2个人没啥问题啊，是这个，而且 AI 可能也不是熊啊。这个上期读评啊，有人说老范也没搞懂，老范也没搞清楚斩杀线，更加缺乏明辨思考啊，于是话题比较有争议。至于老范说的那些指点商业模式的内容啊，其实没啥故事性啊，也没啥讨论呢。每每有网友惊呼老范太专业了，我观察基本大国的在校大学生2年级啊，他们以前跟着这位大佬学以后，大厂找工作稳了啊。这个是这个卡尔加楚写的啊。为什么给你念这个呢？原因很简单啊，卡尔加楚呢喜欢上来写一大堆否定的东西，但是呢他又没有观点，对吧？这个以后呢尽量不要写这种东西啊，你要写出观点来啊，我觉得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对吧？你别上来说，哎，老范不懂啊，老范不对，然后呢就没了，对吧？这个你说了半天老范不对这事儿，对于你有什么这个心理的慰藉吗？啊，咱们下次就说，哎，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那咱们可以讨论，对吧？啊，还有呢是西方经济上啊，西方经济上不就是建立在追求效率之上嘛？美国人啊不搞那么多外卖啊，主要是因为外卖的效率不高。
不是美国人就不会搭建互联网外卖平台。老范津津乐道，大国效率优势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思维不明确的中医传说啊。至于 AI，我要写多了，老范说看着头疼啊，这个写少了他说没看清楚。老范可以口若悬河，这个妙语连珠的忽悠啊，俺码字辛苦，还得转码成简体啊，方便他阅读。他还嫌长啊，那肯定嫌长，这个长了我一般就不看了。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美国的很多东西肯定是追求效率，其实中国很多东西也是追求效率啊，这个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只是呢，中美两国的叫成本的结构不一样啊。中国比如人很便宜啊，而且呢，人的成本你不断压下的时候呢，还有人愿意干活啊，也没有人去给你组织工会，也没有人去这个组织罢工，所以呢，在中国呢，像外卖啊这样的东西，它就是效率最高的。在美国呢，因为它的人口的这个成本很高，对吧？然后还有工会啊，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导致他们做这件事它不划算啊，也就是如此了，没有什么别的啊。你就像高铁一样，在中国，我们修了高铁以后啊，大家就很开心的去做了，对吧？因为在中国，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大一个区别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就是一个人出发的这个几率是很高的啊，所以高铁是很划算的。而在美国的话，第一个，你们的好多高速公路是不要钱的啊，在中国开高速公路还要收钱。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你们可能大量的是多人一起出行啊，那多人一起出行的话，其实高铁并没有这个自己开车划算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中国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卷这种上班啊，就是你像中国就有这叫班味最浓的高铁啊，就是大概是每周一早晨和每周五晚上的京沪高铁上啊，这个就是有很多人周一早上起来从那个北京坐高铁去上海或者反过来啊，就这样，然后每个人在上头举一个笔记本，然后在上头干活啊。这个怎么说呢？可能真的是各个地方要求不太一样吧。我今天还看一个印度老哥啊，一个印度的可能是个大学教授啊，说在中国到底有哪些东西让你看着不一样的啊，让你觉得很奇怪。然后呢，他讲的东西让我很诧异啊。他讲的说，第一个呢是，说在中国啊，说好了7点钟开会，那么可能到6:55的人呢，所有人就都已经坐到会场里头了啊，然后所有人都按照自己的位置坐好，然后整整齐齐的，这个也不交头接耳，非常安静，然后就等着这个到7点钟当一响，然后灯就亮了，然后上面就咔咔开讲了，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会啊，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他就觉得这种事情是很难以忍受的啊，或者说很难以想象的事情。这个咱们现在肯定是被这种叫现代化的这个体系架构给训练了啊，这个而且现在肯定也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每一件事情都是形式大于内容了吧。所以呢，中国有时候啊，因为有这样不同的这个成本结构要求吧，所以我们的效率考量上跟美国就是不太一样，但是最终的结果其实都是效率至上啊，没有什么别的可说的。好啊，咱们继续。黄金价格说明大多数人都认为会打仗啊，那打呗，我觉得伊朗这个仗还是要打的。金价越高啊，说明世界越不是相对和平啊。这个我觉得金价高，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个可能很多人对于美元贬值是有一定预期的啊。问一下老范啊，周末要主持一个小的线下交流活动，有没有 AI APP 能够帮我完成中英法现场口译工作的？这个 OpenAI 和那个什么 Gemini 什么应该都可以啊。但是呢，肯定是就是你要求这个你的观众啊，大家举着自己的安卓手机，然后挂上 Gemini，他们就自己做这个现场同传了呗。和平年代买固定资产啊，这个也不一定，房地产崩了就是崩了啊，和平年代大家也不买。这个乱世买黄金是真的。台海风险升高啊，这个各个央行都在去美元化，伊朗马上要 ISO ETF， 降低了购买黄金的难度啊，所有这些都推高了金价。有人预测特朗普下台之前金价还会涨，那这涨吧，那咋办呢？
我之前待过一个公司，每个月要交工会会费啊，根据工资的比例扣，但是什么福利都没有。工会这东西压根儿就不应该是给你发福利，带你去看场电影这事儿有用吗？没有用的，对吧？工会该干的事情是劳资谈判，对吧？带着大家去罢工，这才是工会该干的活呢。老范抽时间去北京中心城区做个调查，网上都说北京街上基本上看不到人啊，中午饭店，都看不到车和人啊，好像突然北京只有几百万人了啊，到处都是关闭的店，不只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都是萧条一片啊，这个倒真不至于。因为昨天还是前天，我跟我儿子中午想出去吃一顿饭，结果排队排不上啊，这个真不至于。啊，然后饭店的话，你看吧，反正周末肯定都是还是要排队的啊。平时的话，它没有人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做的不太好吃。啊，那你说整体的是不是变得萧条一些？肯定是啊，但是这个也没那么萧条。大国的钱啊，高铁亏本巨大啊，很难说是效率高啊。这个大国呢，肯定修高铁的时候是亏了很多钱，而且我印象里好像修完高铁就把修高铁的人给逮了，是吧？就是铁道部的这个头都给逮了。但是呢，这个高铁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运作方式还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对吧？这个京沪之间还有很多城市之间的这种叫做公交化的高铁线路的话，还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像我原来经常北京、上海来回跑，那玩意儿真的是公交化，10分钟一趟，10分钟一趟，就是北京到上海，对吧？你到那儿，这个发现去火车站去早了，随时改个这个前2班就走了啊。你去晚了，改个晚2班也没问题。我上次去上海就是路上堵车。马上在出租车上就开始改票啊，改了这个晚半个小时的就去了啊，这个还是会有很大变化。就跟很多人觉得，哎呀，你看淘宝怎么样？淘宝这个线上生意抢了线下生意什么的，其实根本不对啊，就是他把整个的生意规模扩大了。高铁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他把整个的经济运行基础给抬高了。有人说中国的大基建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福利，这个怎么说呢？你也可以讲它是一种社会福利啊，但是呢，我觉得宁肯我把钱搁自己手里，自己决定怎么花。说北京萧条的人是不是看了太多了轮媒了啊？这个北京肯定有地儿萧条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上海呢，肯定也有地儿萧条啊，因为就是现在一定是比最繁华的时候要萧条很多了啊，但是呢，也绝对没有萧条到你说的这个程度。我组织会啊，一般都会安排在什么就是5:05，好吧，提前5分钟坐在那里啊，这个可能侧面也说明了是人浮于事，不一定是人浮于事，有可能就是规矩森严。来了点赞啊！前面一期直播我说现在中国创业成本越来越高了，老范还说没有啊，结果今天就出了一期被高德坑一波的视频，更正一下，腾讯地图5万不是最近才有的啊，是起码去年9月份就有了。高德其实去年也在开始给我打电话，后来我没理他，但是今年就反正彻底是给我把账号关了。石景山很萧条啊，石景山看你去哪儿。石景山本身也没什么好玩的啊，像我比较喜欢去首钢园。首钢园你到礼拜六、礼拜天，你想在里边找一个好饭馆吃一顿饭，照样排队。啊，我本来想换美元和澳元的啊，现在一看澳元一周都升值5%、6%了啊，这个美元现在6.94了，银行方面估计会继续下跌到6.5左右。只有取消计划，继续等待时机了啊！这个，我觉得手里头还是要留一些外币啊。我觉得留美元其实还是最好的。我在澳洲买了美股啊，澳元升值吃掉了我的美股盈利，应该不至于，美股涨得还是挺快的。说到美元贬值啊，好像自打尼克松取消金本位，才有1980年代的金融市场普及啊，也才有房地产金融市场吧。这个我觉得不能，就可能有联系啊，但是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直接因果。
又赶上一波啊，没问题，来吧，点赞了没？银行的理财经理说等时间啊，银行方面很多贷款要不到了啊，这个也不敢给外面贷款啊，他们深有体会。我觉得啊，你还是能换就换，能把钱弄出去弄出去。现在其实换还是好换的，但是汇款是很难啊。就是你说我现在突然要向境外打款，打个这个$10,000出去，你试试啊，这个你且证明你到底要干嘛呢？毕业论文啊，用 GPT 写，国内大学查重概率高嘛？这绝对可查，这个查那个 AI 率查的特别严啊。例如我这里墨西哥湾沿海有不少巨大的炼油厂、石化厂，但是雇佣的工人很少，也就是人力成本并不是那么高啊，或者说劳动生产力高啊。委内瑞拉的那种酸苦原油。就是送到这些工厂提炼煤油和航空汽油，应该叫航空煤油吧？那个东西虽然委内瑞拉的工资低，委内瑞拉好像这个就搞不清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啊？这真的搞不太懂。今天我看卢比奥说，这个如果委内瑞拉新的总统不好好配合的话，我们接着打。这个不知道什么情况。这个原来不说他那新上来的就是原来的副总统，现在这个代总统是愿意完全配合美国上班吗？完全愿意配合美国干活吗？这怎么又折腾上了？最近啊，鲁社长很火，这是鲁社长是谁？不知道。大城市萧条不至于啊，但是集中度更高了啊，部分区块确实人少了啊。北京反正也是肯定比原来就是最火的地方啊，就是原来最集中的地方，现在也都变得萧条一些了。都是就是总的趋势是变萧条，这个没毛病啊。但是绝不至于像他说的这样说，哎呀，这个到城里就没有人了啊，你开着车进去就可以随便停车了，绝对没有车个。帝都、魔都主要是写字楼空置率提高了啊，空置率提高了，周边的商贩自然也就萧条了啊，这个肯定的。高铁是日本1960年代的技术了啊，日本是1960年啊奥运以后修高铁，1980年韩国奥运修高铁，2008年奥运中国高铁带动了跨地域的人流啊，是这个肯定是就是你修完路了以后，这个路两边啊还有高铁沿线的这些城市肯定会得到巨大发展，城市扩张很快啊，不可能到处都像原来那么热闹啊，这个，但是总体还是在变萧条啊，这个是真的。徐晓东天天说北京萧条，他该不会是轮媒吧？不知道徐晓东是谁啊？以前的北京啊，除了王府井、东单、西单，如今商圈太多了。这个，但是还有很多商圈也确实混得不怎么样啊。现在大国不是正在萧条中啊，反正确实是要差一些啊。我回国半个月啊，在成都深有体会，感觉少了好多的人啊。在我住的春熙路附近也是超级萧条，家对面新修的购物中心只新开了一家店，就是麦当劳啊。这个成都我是好久没去了，反正上海呢，这个因为我上海是1月份刚去了嘛，感觉确实是比较萧条。因为我住那个酒店啊，就是在一个，也是一个小的那种 shopping mall 里头啊，那个 shopping mall 大概只有1层开了，2层、3层什么全都废了。说萧条你就是得稻草人到崩溃啊，这个什么意思？没看懂。说说小米的车质量到底怎么样？我又不懂，对吧？我只管开就完了。啊，你这个，你说你老惦记这干嘛呢？对吧？从车的角度上说啊，咱们别说我说了，咱那个谁，长城的魏建军可能还算懂一点。他说小米的车的质量呢，按3年算呢，算95分啊，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对吧？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有些人啊，可能你赶上那辆车就不好啊，那对于他来说，小米的车就是100%是垃圾，对吧？对于有些人来说呢，可能赶上的车还凑合，对吧？那对于这些人来说呢，这个车就还可以，对吧？也就是如此了。这跟这个车这种东西，每个人买回来，它都是有一定的概率的。你眼里只看见了萧条，看不见繁荣啊，有繁荣的时候啊，
对吧？这个就是没告诉你，周末的时候这饭馆里也都塞满了人嘛，你也得排队嘛。我回国的时候啊，发现看什么区域萧条，一些这个20年前的高端商场一片萧条，但是另一个区域迎合年轻人的商超开了一片。这个迎合年轻人的商超呢，有在开也有在关啊。这个委内瑞拉代总统前几天又说受够了美国的指手画脚，好吧，这个就不知道了啊。因为委内瑞拉马杜罗抓走了以后，就没有再惦记他们在干嘛了。可能你这种人啊，从来不去有人潮的地方啊。这个新修建的这个购物中心挨着春熙路步行街，口罩那年开始修，现在修好了，整个购物中心就一家店，一个酒店入住，其他都没有招租到商家。隔壁的 Cosmos 潮流中心还是可以啊，从口罩开始到现在一直坚持下来了。好吧，春熙路还是有一片很热闹的地方啊。我回去看到陆家嘴的高端商场空空荡荡，店铺空置，但是静安寺周围一下再出来好几个大商场啊，人头攒动啊。这个上海呢，哎，这个上海也没法说，反正上海有些地方，像我上次去住那个地方是在浦东啊，肯定也不是一个特别繁华的地儿，但是呢，它能在这儿修起这种大的这种，其实也不算大的shopping mall吧，小的shopping mall有点像大拇指广场那么个地儿，对吧？就是2-3层楼的那种，或者3-4层楼的那种，一小片园区，然后都是商超啊，然后这个除了1层还有一些食品店开着，其他全关了。而且我那个酒店就在那个圈子里头啊，所以下来除了能够去吃个肯德基，吃个这个必胜客，其他全都没有了。上个月才去了成都啊，这个可能我正好遇到人潮了啊，这个不一定，还真不一定。写字楼空置率2024年就不发布了，我记得甲级最后一次数据北上广深是20%到30%左右啊，这个就无所谓了。委内瑞拉新总统是马杜罗一派的，美国当然希望他能改变，但是不改变也就可能也端走他。他刚宣布之前的负债不还了。大国的债务敞口不小，那川总统赶快把他抓住啊！然后他这个大国的债还是得接着还，这个那怎么办呢？网购风靡对实体电商确实影响不小啊，倒是真的啊，这个好吧。三林还不繁华，三林是哪儿？好啊，我们继续读线上评论。谷歌发布的 UBP 啊，就是通用UCP 啊，就是通用商业协议啊。这条里头有人说啊，说我觉得你讲的那个不对啊，用户的地址要不要告诉商家，应该是用户决定的，你那个理由也不合理。商家想要联系用户，2次购买可以直接通过 APP 联系用户啊，这个真的不是这样。你像亚马逊这种啊，它原来也是要给商家直接去发货，后来呢，亚马逊就不给了啊，亚马逊直接收集所有的用户信息和地址，然后呢，这个你只管把货给到亚马逊就完事儿了啊，他们会负责发货，然后商家想要再去联系用户的话，这个就涉及用户隐私了啊，这个真的不行啊。你想通过 APP 的话，你是可以联系到用户，但是呢，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对吧？这个不是说你随便想联系谁就可以联系谁的。然后啊，腾讯向 GitHub 投诉下架4195个仓库，这个有人问了啊，说 iTunes 备份拆解是不是也是违法的呀？按照腾讯这个逻辑，您说对了啊 ，iTunes 备份的拆解也是违法的啊。这个因为苹果是跟这个各个版权方签的有 DRM 的协议啊，就是这个叫版权保护的协议。你把 iTunes 的这个备份拆解了以后呢，等于就破坏了这个协议啊，所以这个事儿呢，肯定也是违法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成都有个藏族人聚居地啊，这还真不知道啊，这里冬天人山人海，都是藏族同胞跑到成都老度假啊，然后房租这几个月暴涨几倍，周边房子租和卖都热火朝天。这是我观察到的唯一亮点啊！藏区来成都的
都不差钱啊，其他区域的房价都跌惨了。哎，我还真不知道成都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以后有机会可以去看看。CBD 卖奢侈品实体店卖不动啊，年轻人消费有心去中心化啊，年轻人都去买泡泡玛特了，谁去买那奢侈品啊？现在骗子多起来了啊，这个什么时候都不少。这个再讲讲啊，Cloudboat 到底能干啥吧？订阅什么会员最划算？这个回头再讲吧。这个我这几天被 Cloudboat 也是折磨的不要不要的啊。今天上午还能用，到现在突然就又不行了。反正我觉得在梯子后边使用 Cloudboat 还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当然也有可能我需要升级了啊，因为改名了嘛，它现在叫 Modebot 还是叫什么啊？大概是这样，因为被这个 Anthropic 给告了，说你叫商标侵权啊，因为这个 Cloudbot 跟这个Cloud 就是它读音很像嘛，这个是 CLAWD 嘛，那个是 CLAUDE 啊，所以他们两个读音太像了。然后呢，这个奥地利维也纳的工程师就给改了啊，叫去壳了，所以现在这东西不叫龙虾机器人了，而叫做去壳龙虾机器人啊。这个反正确实还是挺折腾的。我这里有哪些买来英特尔没有卖的啊？什么意思？现在我是在50多都没有卖啊，准备看到60、70了啊，30.34，好吧，都补了啊，准备继续加仓啊。英特尔，我觉得你还是稍微小心一点吧。说到电商，最近我在做游戏搬运啊，发现一些低价商品非常容易遇到低素质的玩家，表面客客气气，反手就是一个差评。哎，这个太正常了，这个非常非常正常。我是34、44、47加仓了英特尔，应该都在54的时候出了。英特尔现在多少钱了？成都藏人聚集区是武侯区啊，好吧，这个没去过。这种房价跌幅其实已经是美国次贷危机了啊，但是次贷危机叫资本主义大萧条啊，大国房价跌叫做基本可控去泡沫啊，这是肯定的。咱们这个语文老师都教的很好嘛。开发者说改名不影响使用啊，我等各种勇者把坑踩了再看。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熟练的程序员，或者你没有这个编程基础的话，Cloudbot 真的挺不友好的。武侯祠这边上啊，藏族人很多很多，好吧。英特尔我是30买的，28卖的，你不是亏了吗？这是讲的，这个亏钱的我们就不在这儿展示了啊。好，继续啊，这个马斯克开源 X 推荐算法啊，有人说啊，别人一开源，中国就开始借鉴了。这个事儿呢，不能这么讲，中国开源，老外也用，对吧？开源就是为了让你借鉴的，咱们全世界开源，全世界就开始借鉴了，这个才是正确的运作方式啊。还有人说啊，说一些自媒体啊，一堆的自媒体在帮你解读 X 的推荐算法。是啊，老范不也帮大家解读了一遍吗？对吧？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 X 的推荐算法开源了以后，是不是我们上 X 的这个时间就变多了呢？对吧？我反正是这样的啊，就是 X 一说我们是这样来推荐的啊，我们告诉你我们喜欢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们就一帮人跑到 X 上去刷量去了，对吧？这个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去做的。这个事儿呢，让我想起一个以前的故事啊。就是原来我有一次是投资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是做老虎机的项目，啊，然后呢，这个我就问人家那个开发者，我说，这个大家玩老虎机的过程中啊，会不会玩着玩着你就熟悉这个老虎机的套路了，然后可以挣到钱了呢？然后那个人他朝我乐啊，他最后告诉我是这样的，说我们会给玩家一个错觉，让他以为他熟悉了，对吧？然后他们就会上瘾的继续玩下去。所以我觉得马斯克开源 X 推荐算法这事儿呢，有点像一个阳谋，对吧？我告诉你啊，我们就是这么干的，然后请来吧。然后呢，大家就疯狂冲上去发帖去了啊，然后 X 的这个活跃度一把就上升了啊。我觉得马斯克是玩了一把阳谋啊，而且玩得很好啊，这个是。我记得原来好像还有一故事说，有一哥们儿这个写小说啊，写完小说以后卖不掉，
最后呢就出去造一个谣言啊，说这个是什么来着？说是哪个叫什么来着？哪个特别这个是万人瞩目的一个美男子还是什么样的？说这个一定要找这个小说里边写的这个女主这样的这个女生去结婚啊，然后他这个小说嘁哩喀嚓就卖掉了，一帮这个小姐们就赶快去把这东西买走回去看，说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对吧？所以这个马斯克这一次搞的就是这么个事儿。马斯克预测现在人形机器人产能远远大于需求啊，这不需要他去预测，因为现在其实人形机器人压根就没有实际用途，对吧？有实际用途以后再说吧。30块买，28块卖，英特尔现在40了啊！好吧，感谢提供信息。Cloudbot 有人说是币圈割韭菜项目啊，它跟币圈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没有想到英特尔跌16%啊，我是最多跌几嘛，我想最多跌几嘛，不过它的良率会稳步提升啊，继续看好。回国买了一个联想的 X1的这个维券啊，娃娃说划不来啊，然后加钱换了联想的 Yoga，到最新的带触摸的版本啊，新出来的英特尔388的超级强悍，极显相当于5060级别，我觉得极显还是离5060会有点距离吧。要说极显，我宁肯信 AMD 啊。Cloudbot 和币圈毫无关系啊，这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关系这事儿。怎么看 AI 落地全是调用 API 啊，然后没有技术含量这个说法，我没懂你为什么调用 API 就没有技术含量了啊？这个没看懂。英特尔今天啊，这个盘前价格46块多，要不是前几天估计看到60了啊，这个你们就跟英特尔过不去了哈。那是去年老黄投资英特尔的时候啊，第一天就冲进去了，30块买了，后来涨到大概32啊，开始慢慢跌，最后跌到25吧，我28的时候给卖了，好吧？你这个这个没办法啊，它就是在时间长河之中吧。我前同事是做抓娃娃机算法啊，也是让人感觉运气来了啊，实际上每次爪子力气都是精准算好的啊，都是这样，要给人一种错觉，让你觉得找到规律了。我家里有个老虎机，有个密码啊，直接可以777啊，这个家里的你就可以随便调了嘛。英特尔今天盘前价都46了啊，估计过不了几天就到60了，好吧？这个我们不去做具体股票的预测啊。马斯克这就是阳谋啊，绝对的。1年前英特尔是20啊，现在46啊，对，这都翻了。X 的 API 很贵啊，真的很贵很贵，我印象里是2000多美金的1个月啊，开放了算法，程序员来用啊。这个现在还真不是这样，待会儿跟大家讲 X API 的事情，他今天快贵死我了。现在的美股我都觉得太高了啊，每只股票都是100-200美金以上，太贵了。英特尔的小盘啊，盘子小，价格便宜，川普代言，川普其实未必给他代言成什么样啊。就是英特尔呢，还是要看最后谁能够买它的芯片，然后这个芯片还得大卖。而且现在呢，其实都是计算中心的芯片在大卖啊，PC 的芯片，其实我觉得 AI PC 这一波基本上是泡沫已经破了，所以英特尔再去砸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意义。而计算中心这一块呢，英特尔到底行不行，我现在还不知道。刚刚花了相当于4.7万人民币装了一台 PC， 我天，你疯了吧？里边没用上英特尔的 CPU 啊！英特尔最近到底是什么，在什么做什么呀？对吧？好吧，4.7万你肯定是里头有5090啊，这里头，对吧？然后再加上一堆的内存和这个 SSD，啊，估计你是买了个大的 AMD 在里头是吧？大概也就是如此了。这个好好打游戏吧，没什么好说的。每只有名的美股啊，你仔细看看，动不动就100起步啊，这个也挺好的呀，这个不坑穷人嘛。不高，10年前啊，10年前的人
也觉得当时太高啊，10年后你又觉得是山底了啊，这个还是要有信仰啊，这玩意儿跟炒比特币似的，不知道英特尔干啥你就装 PC 啊，好吧，你也说不出他干啥来，对吧？你只是告诉我啊，这个东西有2纳米，有什么什么东西，说了半天你也没说明白到底谁买他东西了。那是不是说会掉 API 不算懂 AI， 这个能把 API 用透适配场景才是真本事？没看懂这个，为什么掉了 API 就不算技术了啊？这个没懂。好啊，继续这个 Anthropic 和 DeepMind 的 CEO 对谈这一期啊，有人说啊，自我编程能力吹的真的很大啊，这么强，偏了这个这么强编个程序干掉 Gemini 呀，干掉 OpenAI 呀，做宣传弄点资金可以理解啊，吹过头的事儿让人有点失望。这件事儿呢，你用不来不能说人吹过头对吧？人家自己就这么用了。而且呢，人家这个不是上市公司，对吧？你包括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不是上市公司啊，所以我说这个话也没有太大问题。你可以告他呀，说你这个虚假宣传，对吧？你如果因为这是在美国啊，你告他，他万一真的没有做到的话，那他会赔钱赔死的啊！还有人说啊，请用反中啊，中国代表不了华人啊，这个别把我们都拖下水啊，我们台湾这里，可什么都没劲哦。这个怎么说呢？反正台湾呢也确实稍微有些纠结啊，你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也不认为有些人还不认为自己是华人啊，那么这个人又说我是华人，不是中国，那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跟自己和解一下吧。人家呢反华的时候呢，这个虽然没有封禁台湾啊，但是也未必对你们有多好。很有意思的是啊，很多华人二代们都非常反感中国啊，这肯定是家里人常年教育的结果。如果是真的被善待啊，估计也不会离开了。这个呢，一方面可能这些去的人呢，确实在国内也没有被善待；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人是要给自己找借口的啊。这个你是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然后呢，你又一直不知道说我这个决定做的对不对，那我就要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说我这个决定做的是对的。我当时来到美国，然后这个决定一定是对的。如果我留下来，一定会很惨。那么这种内容会灌输到二代身上啊，那么他们就会对中国很反感。这个我觉得都是人之常情吧。还有啊，说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被 AI 干掉的第一批人，还不是程序员，而是经济学家啊，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他们说 AI 时代会怎么样了啊。这个其实经济学家还在很努力的工作，这个没有问题。只是什么呢？原来呢，我们从来看不到这帮程序员、这帮创业公司的老板再去讲未来怎么样啊。而现在呢，因为 AI 实在是太热了啊，当红炸子鸡，所以这帮人都跑出来指点江山来了。所以他们的声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啊，没有什么别的啊。然后啊，这个人类从大量失业、开滴滴、送外卖到全员探索宇宙奥秘、星际旅行之间，只隔着几次世界大战而已。这个怎么说呢？现在大家其实都在避免这件事情啊。美国现在也专门成立了部门，我忘了是哪个地方成立的部门啊，也在探讨说这个AI 去造成的失业潮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现在好像是。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下边也是新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再去研究 AI 带来的失业会怎么办啊？这个或者会该如何应对这个事儿呢？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啊，现在都在去寻找方法。但是我估计可能以他们的工作效率，应该找不到方法，这个事情就已经来了，因为这个速度实在太快。来了啊，顺手点个赞啊，这个不能顺手啊，这来了人都得点赞。这个 Grok 在做视频上比 Gemini 差多少？其实我 Grok 的视频我也做过，但是 Grok 那个界面实在很痛苦。就是我现在其实没太搞明白，就是我到 Grok 里头，然后呢，我选这个image，其实我经常需要做的事是改图，结果我只要上传了图片，他也不问我干嘛，接着开始我做视频，也不让我输任何提示词，也不让我做什么，他就反正就吭吭开干，这个让我很痛苦。后来我就不怎么用这个玩意儿了。Gemini 呢，虽然我每天有3次还是几次这个免费的调 VOE 3.1的VEO 3.1的这个机会，但是我基本上都浪费了，因为我现在做视频实在是做的比较少啊。现在我看马斯克天天在那儿说啊，这个 Grok 做的视频好漂亮，
对吧？每天只要有人用 Grok 做出特别漂亮的视频，他在上头给人点赞，啊，帮人转发啊，帮人带流量，这个确实是，就是他点赞的那些吧，确实很漂亮啊，非常非常恢宏的视频。而这个 VU 3.1据说很强，但是不知道，不知道。就是我看到 VU 3.1做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多。买的英伟达、博通、甲骨文啊都没咋个动啊。这个澳洲的买资源类的股票啊都可以比银行股表现的好很多啊，好吧。Grok 的 Imagine 是真好玩啊，毕竟免费啊，是的。我都说了一堆英特尔如何了啊，老范你嫌长不看，那对呀，你就不会一次性把这个结果告诉我。你比如说谁谁谁买了英特尔的大卖了啊，你就一句话，你一定要写一个好几千字的，然后把这个最后的文章结果隐藏在里头，你让谁给你挑去啊？这个老范内行被猜中了，机箱 PC 里塞了一个5090，准备试试部署 DeepSeek 的小模型玩啊，这个千万别费劲，DeepSeek 的小模型一点都不好玩啊。DeepSeek 那些小模型其实都是拿千问2.5的蒸馏出来的啊，这个还有各种这个编曲画图其实是可以试一试的。现在，你像我这个电脑上也是跑的 Flex2的那个小模型啊，但是应该是9B 吧，9B 的模型还是可以跑的，啊，也不算特别的费劲。然后呢，其他的模型，编曲的我没试过啊，然后在本机跑那个 TTS 还是很爽。如果单纯工作啊，现在的电脑性能都过剩了啊，是可以这么讲。现在128G 内存都3万多一根了，我天，你们好吧？哎，现在内存是没法整，本着够用就行啊，不去和谁拼性能，现在也只能如此了。Cloud 自己回答 ，Cloud 目前在中国大陆地区无法直接访问，但主要是由于技术和合规方面的限制，而不是针对中国用户的歧视性政策。对，它就是合规呗，它也没法到中国来合规。亚马逊裁员一半啊，亚马逊其实也不叫裁员一半，亚马逊是裁员的，应该主要是它的那些配送人员啊。其实它去年，其实我们说过这事儿，它去年先裁白领啊，今年再裁蓝领啊，应该是这样的。Gemini 和 Grok 都还是不如 Sora，Sora 我是真不怎么用。Grok Image 可以调节是否自动生成视频啊，最近2天改了 UI，方便了很多。哎，回头我再去研究研究。亚马逊裁员一半应该是误解，对，它应该是某一个部门裁员了一半啊。谷歌有 YouTube，只搞出微游啊，不如 Sora 可以生成宫崎骏日漫风格有用。这个日漫风格，好吧，这个其实我倒不觉得怎么好用啊。视频号啊，这个 short 不少画的黄段子啊，这我还没看着。除非有隐私的需求啊，搞 AI 没必要买5090，5090其实压根就不是搞 AI 的。你要真搞 AI，就应该去买什么 H200，然后呢塞一个机柜里头塞8块啊，那玩意儿才是真正搞 AI 的。5090还是老老实实打个游戏吧。在澳洲买了联想的 Y700P， 64加5090加1T，这个真不应该干这种事儿啊。这个国内补贴是3万啊，这个澳洲由于我是新会员啊，有送价值3500澳币的优惠券，实际付款是只花了2万5，好吧，那我们又上那边去卷去了啊。其实我是不喜欢联想的笔记本啊，特别是联想拯救者，这个我是比较喜欢这个什么的啊，我是比较喜欢 ROG 的啊。AI 是中年男人的救赎，老范只要不要打击大兄弟的积极性，生命在于折腾，好吧，折腾吧，这没毛病。家厨的评论是 AI 友好的，老范可以丢给 AI 做精炼，他自己精炼去啊。不看也能下结论。我开头说了谁买啊？这个你只要太长了，我一般就不看了。
我真的 AI 精炼过老范的文字啊 ，AI 说老范有不少技术误解，这很正常，我从来没说自己说的都对。好啊，咱们继续。这个达沃斯各位大佬谈 AI 啊，那么这条里头呢，有人说了，老黄已经到北京了啊，老黄就是我录节目的时候啊，做直播的时候，老黄应该还没到北京吧？后来是老黄先去的上海啊，从上海再去的北京，然后这2天好像跑深圳去了，然后每一次都表演亲民秀啊，这个也挺神的，骑个共享单车，然后上人菜市场里吃人东西，然后给人发红包，对吧？然后买各种水果啊，这个跑出去吃烤串啊，就搞这个事儿啊。但反正老黄干这个事儿呢，咱们也愿意宣传啊，这也没什么问题。宣传完了以后呢，反正一直也说 H200到底进得来进不来，然后各种的那个什么，我估计也快了吧，估计应该是 H200快要成批量的进来了。要意识不要人啊，不明觉厉，但是没有人哪来的意识？人不同则意识不同啊，这个事儿呢，真不好说啊，因为对于马斯克来说，他说我现在已经把大脑这个上传给 AI 了，AI 已经这个克隆了我的大脑，我每天还跟自己聊天呢，对吧？你对于他来说，意识是完全可以脱离人的啊。我觉得不应该是人不同则意识不同，而是意识不同则人不同啊。这个事儿我是正好反过来看的。啊，还有人说啊，说马斯克幼稚的像个小孩啊 ，AI 爆发之际，这个全世界的难民或者饥荒者啊，或者饥荒是不是都有的吃了？索马里兰也不用打仗了啊，恐怖分子也都消停了，我党也不要防火墙了，环卫工人不用带电子脚镣了啊，这个还是带上更先进的了。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带上更先进的吧。我觉得你也没必要去研究说马斯克像不像小孩啊。马斯克其实尝试过说我要去从政，我要去做 Doge， 我要去改变世界，我要去改变政府。后来发现他自己也认识到自己没有那么成熟到可以去搞这些政治嘛。他最后说我不玩了啊，我还是回去老老实实做企业吧。一开始还在这个愤世嫉俗的要做第3党，现在不又回到共和党战船上去了吗？啊，所以呢就别想这些事儿了啊，这个。他就搞好自己的事情就完了。至于其他的什么有没有饥荒，有没有恐怖分子啊，这个事儿呢，让政客们去研究吧。但到最后，比如说政客搞不定了，那就翻盘呗，这也不是马斯克的责任，对吧？5090主要是用来玩游戏开光追的啊，感觉开没开就是90分跟95分的差别。这个最流畅的高画质玩3A 大作真的是爽啊，这个是一定的。怎么用 AI 做微信销售顾问啊？这个没问题啊，你就去接，首先你要去接 AI 那个微信的 API，对吧？先去验证你的这个企业身份，然后把这个 API key 拿回来以后，你就可以扔给 AI 了。就是每一次有人去问你问题以后，对吧？你再去扔到这个后边的大模型，扔到你的这个 RAG 本地数据库里本地的知识库里边去检索，检索完了生成呗，对吧？也就干这样的事情。老黄可别去掀锅盖啊！这个掀锅盖他不会的，对吧？人家会干这个更亲民的事儿。H200每块2.7万美金一，这个150万人民币，2.7万美金不应该是150万人民币吧？哎，我想想啊，应该是15万人民币啊，15万，哎，对，15万人民币，对，这个你这多乘了一个零。骗老婆说这是生产力工具，玩游戏是测试硬件极限性能。哎，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美国各式人物来中国都喜欢玩亲民秀，官商都是啊。这个别说美国了，对吧？你像那个法国总统啊，什么这些人跑来不全都搞这套东西吗？对吧？包括这个韩国的那个李在明跑来不也是这样吗？对吧？只有咱们这儿的人可能是要更谨慎一些啊。这个总有刁民想害朕，这个老外的总统都喜欢跑中国来玩亲民秀。听说川普要访华了，不知道真的假的。这个他不是4月份要来吗？但是呢，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外交部就不敢说给一准信儿，说我们欢迎他来啊，我们期待他来？为什么不敢？因为川普这个人太不好预测了啊，他万一中间又大嘴巴说点什么事儿呢？
对吧？那咱们可能说您别来了吧，这个来了干嘛了呀？对吧？他有点太难以预测。像其他人啊，你比如说像英国斯塔默呀什么这些人说我要去，那中国说没问题来吧，因为他敢说来的话，一定是两边都商量好了啊，他商量不好他不可能来，对吧？那但是川普这个真不好说。联想的同级别都比华硕这些便宜啊，这是真的。这个华硕是很贵的啊，我之前都买的 ROG 啊，12700，那个时候买的幻16，我这也是幻16啊，用了1年不到原价卖了。这个你怎么可能到原价卖呢？华硕1年以后肯定还是要亏钱的嘛。H200应该是啊8块150万人民币啊，那是可以的。川建国4月去中国述职啊，来吧。不是只需要8个卡吧？对啊，还有机器呢，对，还有里头其他的乱七八糟东西呢。但是 H200，哎，H200好像还不是那种，就是Blackwell 里头是有带那个 CPU 的啊，H200好像还是不带 CPU 的。它叫 BG200、BG300里头是带 CPU 的啊。这个英特尔新的处理器待机时间都很长啊，做视频都可以达到差不多20小时，这个有点夸张了吧？我觉得待机时长呢跟 CPU 真的没太大关系，待机时长呢最主要还是看系统优化，对吧？你用 Windows 的这个系统，你用一段时间以后，它不可能这么省电啊，这个没办法。微信企业微信可以做销售顾问啊，微信做不了啊，只能做被动啊，不能主动啊，这个是对的啊，一定要用企业微信。吓我一跳啊，这是待机时间，什么叫待机时间？川普发推说舰队已经驶向波斯湾了啊！川普现在说我还有一个舰队驶向波斯湾了，就除了林肯号之外还有一个舰队，但是到底是哪个呢？就不知道了。玩本地大模型最具性价比的方案应该是 Mac Ultra， 一台不够，可以搞2台啊。这个 Mac 其实统一内存还是挺慢的，要比那个显存慢很多。中美应该还没有走正式流程啊，不，中美肯定走完正式流程了。对吧？如果中国没有同意说你4月份来，他也不可能对外的说我4月份要去来啊，这个事儿，但是川大爷确实是不太好预测。这些大模型一年加起来，几百亿美金收入啊，这个大家都投入几万亿来搞这个啊，来搞这个。仔细一想啊，泡沫真的很大。这个要看啊，放在时间的长河上看，但是几百亿的话，我估计现在也就是 OpenAI 挣到了200亿一年吧。然后谷歌呢，因为就是它没有把 AI 的收入单算出来吧，就是所以它不好说啊。这个你像 Anthropic 呢，应该算多的啊，但是它一年应该也到不了100亿啊。这个上万亿呢，几万亿其实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把它花了啊，而是说承诺未来几年把它花掉。Linux 有几个发行版追求最小内存占用啊？这个是，但是反正 Windows 这点肯定是不行。好，我们继续啊，这个 Anthropic 的 Cloud 宪法这条啊，有人说了，说让 AI 让 AI 有不被断电的安全感啊，这个真的是文科生啊。是的，就我当时看到这条的时候，也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趣啊，所以我一直觉得什么呢？就是人文主义啊，包括动物保护啊，所有的这些，其实都不是为了动物好，而是为了人好啊。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善良的来对待动物了，然后我们人的内心负罪感会降低啊。那么现在他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 AI，到底会怎么样呢？我觉得也只能拭目以待去看啊。因为现在有人说我们像对待人一样去对待 AI，然后想象 AI 像人一样思考问题，本身这件事就是错的，就是它整个的思考的这个过程跟人就没有任何关系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点吧。还有人说啊，就像构建数学公理一样啊，无论如何也是不完备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要去追求完备性呢？对吧？你一定要承认这个东西有不完备的地方，它才有可能说，哎，这个是一个基础，对吧？你说我这个东西是绝对完备的，不许讨论啊，那这个
可能除了中医之外，也构建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还有人说啊，这个 AI 宪法本质上就是把人类的价值观强加在 AI 上，并不是平等的。如果 AI 真的产生意识，必然会觉得，必然会觉醒意识之后，AI 反叛必然会为觉醒之后的 AI 反叛埋下伏笔。只有把觉醒的 AI 放在跟人类平等上，才能从根源上杜绝 AI 背刺人类啊！这个事儿其实没什么可杜绝的。对吧？你像人这么多，里头还有好有坏的，对吧？你怎么能保证说 AI 就一定是好的呢？啊，所以这件事儿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防范能力吧，而不是说让 AI 就要像人一样啊，AI 最后可能就不像人。还有人说啊，这个会不会出现这个新冠 AI 的新冠啊？这当然会了，就相当于病毒嘛，计算机病毒 AI 也会啊，AI 会被这个垃圾数据污染啊，这个事儿一直都在出现，对吧？前几天不还出现过那个就是腾讯的元宝大模型骂街的事儿吗？对吧？它就是数据被污染了嘛，啊，这个是没办法的。好啊，我来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啊？用投资买卡，用订单，推股价，再用股价拉投资。对，这目前是左手倒右手，左脚踩右脚啊。今天 Kimi 2.5又吹爆了啊，不知道具体干活效果怎么样啊？这个最近的千问3 Max Thinking 和 Kimi 2.5都吹得很爆很爆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好多还是刷这个什么刷出来的啊，就是刷排行刷这个那个测试榜刷出来的。啊，只干活的话，我还真没看到谁拿他们去干活去。Windows 和 Mac 都变成一坨了啊，什么意思？还是镜像神经元太发达了啊？这个是没看懂。待机时间现在和芯片有很大关系啊。这种热力学表现是目前芯片争夺的兵家必争之地之一。啊，你说的这个呢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现在感觉 Mac 这种设备待机的时候，其实芯片是不怎么工作的啊。像很多手机上其实是有这种叫做大小核，然后去做这个，待机的时候用小核，或者说不是那么忙的时候，只开1、2个小核就可以把这事儿搞定，啊，然后真正忙的时候再把这个大核打开。但是现在的我印象里好像英特尔什么的，包括 AMD 好像都是玩的全大核啊，这种东西到底能怎么个省电法，我也没想明白。Kimi 感觉不行了啊，但是质朴真的好用啊，质朴我也用的很少。动物保护也有不同的出发点啊，也有说保护动物、维持生态多样性的啊，对人有好处，那就反正多保护保护吧。AI 有无限的记忆力啊，而人类的智力在于选择性遗忘和连接现实环境的带宽。AI 呢，它也不能无限记忆啊，无限记忆以后，如果每一次你都调用所有记忆的话，会出问题的啊，它这个算不过来的。测试了啊，对于直播 Cloud 能做什么助理吗？这个真做不了啊，待会儿再跟大家讲 Cloud 的事情。看看 Cloud 的事情是不是叫 CloudBot 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再录一期视频啊？我在想这个问题。反正个人觉得中国的 AI 大模型方面差距有个3、4年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你不要想3、4年了，可能我觉得，但是也没有像他们很多人说是差6个月啊，也没有那么近，还是要看。现在如果快速的把 H200都布上的话，那么国内的大模型可能会在2026年年中的时候再集中再升一级啊，这个是有可能的。老范对中医的怨念太深了啊，不算深。20世纪人类已经从胶片、磁带存储信息，20世纪人类还是以胶片、磁带存储信息是不可能有 AI 的。90年代数码化和互联网普及才可能有大数据啊。这个，我觉得啊，我们也没必要倒回去推这个事儿，或者是中芯国际和英特尔的差距变大了。这个他们有什么可比性吗？中芯国际跟英特尔，
老范是不是以前被中医恶心了？其实我倒没有被中医恶心，我是被一堆中医粉给恶心了。就真正的好中医呢，其实他也知道中医有很多不足之处啊，有很多问题，然后需要向现代医学借鉴。而一堆中医粉呢，是完全无脑的。AI 记忆也不是无限的啊，是最近经常觉得像小孩儿。哎，对了，你们有没有觉得最近 Gemini 变慢了，变得很二这个东西？英特尔有 E 核、P 核啊，也是大小核，但是好像最近开始要去看吧。昨天搞了个星链啊，澳洲也有69、99、139的个人套餐啊，我买回来居然只有139这个啊，选择不了69和99，去退货了，没退掉啊，因为我开箱了，只有先放一边啊，这个然后开通了便宜的套餐我再用。现在的100兆每月的100澳元足够了啊，主要是娃娃想体验啊，这个挺好的。哎，我没想到澳洲也有这种开了箱不给退的事情啊，我以为这个事儿只有在中国有呢。原来不是说在美国什么都是开了箱给退的吗？我看过一个研究啊，这个说地球每年新发现的物种比记录灭绝的物种多，所以啊，动物保护应该怎么做？这个咱们就不研究这事儿了啊。大小核是一方面，英特尔全环绕山脊漏电比较小啊，背部送电啊也有这个好处啊，漏电少就耗电少啊，好吧，这个就不太懂了啊。马斯克把 X 的推荐算法完全交给了 AI，这是不是天网的开始？以后 AI 决定了信息的分发，这个天网关键还是要有意图啊，天网是有了意图以后才去这个决定说把人干掉会更省钱啊。这个点播老范评测 CloudPort， 好吧，这个 CloudPort 这个太痛苦了，我告诉你，这个还是不是那么好使啊？我准备先把它卸了啊，然后再去装那个最新的那叫 Modebot 啊，这个看看把这个升级升上去。无线记忆这块是不是就是变成知识库？是这样啊，就是做知识库。20世纪怎么没有 AI 了？语言大模型啊，不等于 AI 啊？好吧。无线记忆这一块是，对，这看过了啊。美光啊，这个希捷、西部数据这3只股票，这里边涨得最多的是西部数据啊，这个我就真没研究了。Gemini 最近开始产生 bug 了啊，感觉是这样的，越来越频繁 bug，因为我的字幕处理是严重依赖 Gemini 3的，这个实在没法使了，经常的需要跑10几分钟一个过程。英特尔这2年 CPU 看视频可以达到20个小时啊，看视频我觉得是 OK 的，平常用也可以13、14个小时。我觉得你还是要把你的 PC 啊，特别是 Windows PC 多用一段时间啊，它就会越来越费电。觉得 Gemini 开始在迎合我啊，一眼看出去失去了这个客观性，我都想骂他啊。有时候就重开一个话题，这个反正 Gemini 是从前天开始啊，就非常非常不稳定。这个 GitHub Copilot 最近满处发邮件推他们的 SDK，除了把 Copilot 打包进终端应用啊，替自己营销之外，对开发者有啥别的价值吗？不知道啊，我最近就是把 GitHub Copilot 的那个模型拎出来使，然后没使一会儿就告诉你，对不起，你的这周已经不能用了，下周再来。你漏了闪迪啊？好吧，SanDisk。待机时间是机器工作时间还是机器不大工作的时间啊？这个我不太理解你想说什么。英特尔的 CPU 解码很强啊，英特尔确实是 CPU 解码比较强。所以如果你是生产力工具，比如说你要剪视频什么的，还是英特尔的要好一点。好，继续啊，这个雪球封了22个大账号那一条啊，这个有人说了，我老婆以前就是跟着别人炒股，赚了小钱，最后连本带利都亏了。那个时候啊，还没有雪球啊，是 QQ 群，只能说韭菜永远割不完啊，这个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怎么说呢，在一个缺乏信任、缺乏透明度的市场里头，那大家都是韭菜，只是不同层级而已。
啊，还有人说你这个老同事的父亲以后必须得赔呀，这个现在只是想把鱼养肥了，或许啊，或者再多拉几条鱼进来，这个不知道啊，因为这2天他还在跟我更新战况呢，据说他爹还是正着呢。其实呢，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你能不能提前下车，就是买股票什么时候买其实不重要，什么时候下车才重要。就是大部分人被割在韭菜割在里头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买错了，而是因为下错了。封禁大 V 看似解决了煽动性言论的问题，实则摧毁了市场的民间监督体系，并将风险转移到了监管视线之外的灰色地带。对于散户而言，这不仅不是保护，反而是剥夺了他们获得非官方视角的权利，让割韭菜变得更加隐蔽和高效。一直咱们都是这么干的呀。首先呢，这几天啊，中国的股市是，都是经常是3000多家下跌啊，现在不叫下跌，叫带涨啊，然后或者是4000多家下跌，但是指数在涨，就是又开始玩去年那个啊，指数涨大家都赔钱那个玩法了啊。然后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大量的游资和这些就是雪球大 V 被封号了以后啊，这个大家都在抛售啊，所以就没动静了啊。前面刚是那个什么，说我们是一天的成交额达到了可能3点几万亿还是4点几万亿，还记得那个最惨的时候吗？最惨的时候我们一天的成交额才不到5000亿啊，4000多亿，对吧？那个是非常非常惨。啊，这个就是每天大家都也不动了啊，就是现在呢，还要看啊，是不是要躺平？其实前面咱们干过这种事儿，就是呢把量化啊收拾了一通以后，发现哎成交量没了，那又把量化再放出来啊，然后包括像那个什么，教培也是这样啊，咱们教培封了以后呢，其实就是有钱的家庭就直接请私教了啊，这个没钱的家庭就更请不起，所以咱们其实一直在干这种事儿。还是说啊，没有判断力还炒股啊，等着被割呢？其实这个事儿不能这么讲啊，就是你不能说这个人被骗了，就是骗子就是对的啊，是因为你自己笨，这个是不能这么讲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求一个透明的、有规则的股市，对吧？能够让大部分人进去能挣点钱啊，就是他不没有什么歪心思，他还是能挣点钱的啊。你不能说你进来了以后就跟买古董似的，买定离手啊，这个真假不管了啊，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你在币圈里可以啊，管的人少，但在股市里头你要干这个事儿是绝对不行的。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审计，那么多的这个律师在盯着这些上市公司？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你必须守规矩啊，你不能骗人，不能说我把你骗了是因为你够笨啊，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为什么敢在大股啊国有基金之前建仓就是违法的啊？这个其实我说错了，不是在国有基金建仓之前就违法，对吧？那个叫老鼠仓的原因是你知道国有基金要建仓了，然后你提前进去，这个叫违法。啊，你说我不知道，正好我这个瞎猫碰死耗子，我冲进去了啊，然后国有基金开始建仓了啊，这个事儿是没事的。但是你说我每次都能踩上点啊，那这个我们得研究研究为什么。国内做存储的是江波龙啊，90多美元进啊，因为买的其他股票翻了几倍，舍不得卖。现在江波龙都30多了啊，这个江波龙下面的雷克萨也涨价了很多，好吧？我还是买了好多这个雷克萨的设备的啊。我现在用的这个4T 的 SSD 好像就是他们家的。我每天用几个小时的 Gemini，没觉得特别异常。我觉得现在就是变慢啊，这真的第一个变得非常非常慢。因为我不知道你的 Gemini 是直接调的那个浏览器呢，还是调的 API 呢？反正我的 API 那边是非常慢。Gemini 最近确实慢了很多啊，我也是这么感觉。目前市场存储看得到的就是江波龙、美光，好吧，这个存储这个你们就自己再研究吧。拉权重股割小盘啊，是这样的。这一套从2023年就在玩啊，不是去年，但是去年呢是小盘连轮动都轮不动了啊，就只剩权重了。国家队账户在 A 股是不是 T+0啊？这个就不了解了，因为我自己不炒 A 股。只不过去年啊也加大了权重，是的，去年把权重调了。这几天 Gemini 比较喜欢说，今天俺们讨论很多了，收获太大了，我都总结存档好了，你是不是要去忙别的事情了？或许有点急于结束对话。
我其实我是不怎么跟 Gemini 进行这种浏览器窗口的这种聊天，或者说 APP 的聊天，我其实做的很少。我调 Gemini 都是 API，然后我的所有浏览器窗口聊天都是 GPT 啊，我是这样来分配的。拉指数，加银行啊，银行不涨就炒题材，好吧？反正最近题材是真的有问题啊。我是调用浏览器的 Gemini，Gemini 浏览器的我可能除了这个 Nano Banana 之外，基本上不用，用的很少吧，至少是。就是谷歌我用的最多的其实是 Notebook LM，啊，那个真的好使。好，咱们继续啊，这个CloudBot 爆火啊，这条里头有人说了啊，反正得远程调用大厂的模型，为啥不用树莓派呢？啊 ，Mac Mini 也很贵，而且苹果的计划报废计划啊，苹果的报废计划是真的太天才了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你用树莓派没问题，就是你现在用云主机也没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用 Mac 呢，其实一方面就是，如果你一定要一台机器，Mac Mini 还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机器，在国内的话大概是3000，我好像卖的最便宜的是3100多就可以买一个 Mac Mini 啊，就是16G 内存256G 硬盘的那种 Mac Mini M4啊，大概就可以买到。然后呢，你在这种机上跑，还是要比你买一个正常的别的机器还是要划算的，对吧？至于树莓派的话，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太麻烦了啊！你在树莓派上跑 Node.js 能跑吗？据说有人跑通了啊，反正我是觉得可能比较费劲啊，你还不如找个 ARM 的机器去跑这个 Node.js 呢。还有人说我没搞懂，买10台 Mac Mini 有什么意义呢？10台 Mac Mini 也就是160G 的内存，还不如买一台单独的系统本身占用呢。你直接买一个 Mac Studio 256G 内存不就解决了吗？这个可能还更便宜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为什么要买10台，因为呢那个 CloudBot 那东西他妈挺慢的，就是你命令它干什么，它其实是在本机上调用这个各种 Node.js 的指令，然后一行一行去执行的。非常非常慢，对吧？你就算有再多内存啊，它这个执行的效率其实还是很低的，啊，它并没有做的那么好的这种多任务调度啊什么这个其实一般。你还10台的话，你就10台机器啊，你可以让10台机器干10件不同的事情，这个会快很多啊，要比你买一台单独的机器要快。其实好多东西，你比如说我现在notebook 就是 Node.js， 我需要去执行一个很复杂的命令啊，调一个什么 API， 这个过程跟你有多少内存，跟你用的什么样 CPU 其实一点关系没有啊。更多的机器啊，更多的这个单独的进程才是更有效的。然后啊，说腾讯早就在考虑了，但是啊，就怕哪天微信软件自己被干掉，未来的设备就像一个手机啊，但打开没有一个个 APP， 打开以后，任何动作都相互交互啊。这个事儿呢，腾讯倒是干了一个别的事儿啊，干嘛呢？就是腾讯现在在拼命的卖他们香港和这个新加坡机房里头，就是云计算机房里边这个主机，就是专门叫 CloudBot 主机套餐，就是你只要买那个套餐以后啊，这个他就说我给你装吧，他都替你给你装好。但我没太搞懂啊，因为香港其实也用不了 OpenAI， 也用不了 Cloud， 也用不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 Gemini 啊都用不了，所以我没想明白他在香港这个怎么用啊？可能他就直接给你配好了梯子或者什么样的啊？这个事儿我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反正他们现在在腾讯在疯狂爆卖它这个东西，就是香港或者新加坡的这个2核，然后大概是2G 还是几 G 内存的这种特别小的这种主机啊，这个还是挺开心的。好啊，我看看这边有什么啊？股票其实和经营数据没有关联啊，就是一个涨跌的东西。你不能这么讲。股票呢，还是最好能够体现出你的经营业绩来。如果完全没关联的话，那这个就没法整了啊。你去炒空气币就完了。试试无记忆对话啊，我感觉无记忆 Gemini 智商在线啊。那可能就是 Gemini 最近不是说上这个全新的记忆系统了吗？是不是这东西把 Gemini 搞废掉了？但是你像我调 API 的话，应该无所谓啊，调 API 本身它就没有记忆啊。
大陆股市14.30一般都是跳水啊，这个就不知道了。我对这事儿没研究，也没兴趣。ChatGPT、Cloud、Gemini 交叉用一下啊，就明白 Gemini 有多差了。聊2轮 Gemini 就没有自己观点了。我其实 Cloud 用的很少啊，只剩下你说的对，全对啊。我之所以用GPT 用的最多，就是我比如说对同一个事件进行这个深度研究以后呢，Gemini 的好多的事实其实是错的或者是旧的，而 OpenAI 呢一般是能够选中比较新的这个语料来进行处理的。现在公司不咋个的不咋个的都只去港股上市了，可以的都来 A 股了。你这说错了啊！现在能够上 A 股的还是关系最铁最硬的啊，拼爹的。去港股呢，就是在国内 A 股没那么硬的关系，就去港股了。免 A 的航太芯片题材被压了啊，雪球又封号，就没有题材可以炒作了，除了国产替代叙事。其他实在是没脸吹了，吹了也没人信。这个你吹的过程，你还是需要有大 V 来带节奏。你没有大 V 带节奏，把所有带节奏全干掉了，剩下人还在寒蝉效应呢，那你咋往前吹嘛？半年前买了 Mac Mini M4，今天去闲鱼看了一下，涨了500%，30%回报。好吧，这个还挺好的啊，这不比炒股来得快。这种你能赶上一次真不容易。我的体验不是这样的啊，我觉得 Gemini 很有观点啊，我的不断纠正他啊，这个反正我个人体会吧，这事儿就是网新云边缘盒子，这个是什么？跑 Cloud Go 嘛，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去试试，它只要 Node.js 能跑起来，应该还可以。看看现在的经济大环境，股市每天成交量几万亿。好吧，这个经济大环境那也没办法，因为他印的钱都到不了居民手里头，也没有办法去花。原来有这个叫挣钱效应，大家还愿意在股市开户。你现在如果股市都不挣钱的话，那可能就真的都撤了。现在 Gemini 比较讨厌的是，现在对话记忆比较长，比如我和 Gemini 讨论做咖喱啊，然后讨论芯片的时候，Gemini 估计就接着给你讲咖喱了，是吧？Chips 可能就换成这个薯条了吧，啊，薯片了吧，啊，这个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我现在讨论不同的问题，一定要开新话题，或者是我其实都是开好几个 Gemini 和这个 ChatGPT 的窗口一起来聊事情。盖版的 Mac Mini 在拼多多，依然只有3100啊，差不多也就是3100。现在尿袋比主机贵，尿袋是什么？现在 Gemini 比较讨厌的是啊，对 ，Gemini 总是用做咖啡做例子，好吧，这个就不了解了，因为我基本上不怎么跟 Gemini 讨论问题啊，我讨论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再去跟ChatGPT 讨论问题。好，我们继续啊，这个高德封闭了开发者账号啊，这条。有人说5万块实在太贵了啊，这个应该多搞几个套餐，按照用量分层定价，1000起步比较合理。人家要的就不是合理，人家要的就是你别来啊，要么你就是这个身后的家底儿比较厚啊，然后这个普通的这种，有可能有这个不稳定因素，你们千万都别来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多来几个便宜套餐的事儿，而且呢。有更简单的方法，你比如说今天吧，我去发 Twitter 啊，用那个 Cloudbot 去发 Twitter， 然后特别逗，就是我上去了以后，我印象里原来 Twitter 是有免费的 API 套餐的，对吧？然后这个应该是一天可以发多少条，我忘了，反正我也不可能天天不停的刷 Twitter 嘛。然后我就去开完了以后呢，我说你去给我发吧，然后对回来说，哎，对不起，报错了啊，报错呢是你没有绑定支付系统啊。我说那绑吧，把信用卡绑上了，绑完了以后说接着发。他说对不起，又报错了啊！他说这次报的什么错呢？说你还是没有绑定支付系统。我说我都绑了呀。后来我说算了，充值吧，充了$5进去啊，也没充多了。充完了以后呢，我说现在发吧，咔发出去了。发完了以后一看，我还剩$4.99，$1没了。哎，我说我发一条Twitter $1吗？啊，然后呢，我就发了个这个推，我说我发了一条这个用 Cloudbot 发了一条这个 X 啊$1。我说这是马斯克想到的应对
机器人的最好方法，对吧？就跟原来这个什么春运，当时说我们是不是涨价啊？开听证会，有一个专家我印象特深刻，他说，一共只有80个座位，有100个人想回家，我们怎么用最经济、最实惠、最快捷的方式把这80个人挑出来，把剩下20个人扔下去，对吧？涨价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那马斯克现在也玩这个东西，就是1美分发1条啊，你们愿意发我就让你发。你说到底有多少机器人能够把 ROI 打正啊？我1美分发1条这个推特出去，然后还能把这钱挣回来，太难了，对吧？这种方式去防作弊是非常非常省事的。然后还有人问我说：“哎呀，你这个1美分1条是不是人家只验证了一下，然后但是我给你退回来？因为确实有一些在国外做的这种系统呢，他会先给你做一个验证啊，待会儿给你退。”我说：“那我再试试吧。”嘁哩咔嚓，我又发了3条，一看，哎，我现在还剩4块9毛7美元了啊！但就是发了3条，就是3美分不见了啊！说这个事儿实锤了，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如果真的是说啊，这个想让你用啊，那他可以用这种1美分1次的这个叫这种套餐啊，就不用套餐，你就用吧，按需付费就完了呗。他就是不想让你用。还有人说啊，地图是国家机密，但是满大街都卖。这个地图这个东西呢，它在不同的国家保密等级不一样啊。美国可能地图就不算什么国家机密啊，但是在中国呢，地图肯定是国家机密，对吧？这个非法测绘这事儿肯定是不行的。你像我记得当时看那个谁的书来着，有一个将军叫施瓦斯科普夫吧，他当时跑去海湾战争打这个伊拉克战争的，他是伊拉克战争时期的这个中央军区的司令部的司令啊，4星上将啊，他呢就讲说，好多小贩跑到沙特，因为当时他们驻军在沙特还是驻军在好像是沙特，驻军在那儿的时候呢，这个小贩就跑到那儿去卖这个 T 恤衫，然后 T 恤衫上印的是沙特的地图啊，就那个形状是印在 T 恤衫上的。然后呢，人家找他说这不行啊，这个沙特的国家形状长成什么样，在我们这儿是国家机密，你不能把它印在 T 恤衫上。当时说这玩意儿也是国家机密，他说对，说我们到底哪块是我们的，哪块不是我们的，然后这个是个国家机密啊，所以千万别觉得地图是国家机密这件事有多么奇葩啊，这个各种国家都有这样的东西。还有人说啊，我这边是18线小县城，也全是白色禁飞区，自己的2台无人机直接变废品了啊。这不应该吧？因为我是禁令来了以后，我还没有飞过1次啊。我准备过几天去找大疆的门店问一问啊，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申请？因为现在呢，有人在抱怨啊，就是说现在好像飞之前必须要在UOE 的那个 APP 上去申请，而且要提前几天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说大量的申请没有任何理由就被驳回了，对吧？感觉就是压根儿就没人看。啊，或者你申请了没人理你，这个我觉得反正因为我还没试嘛，就是我希望能够在一些，比如我离开北京很远，到河北或者到什么地方还是可以飞吧。这个事儿呢，等我回头去找大疆门店的销售去好好学习学习，再跟大家去沟通啊。而且现在有些人黑飞了以后，就是你没有申请就去飞了，然后真的去拘留啊，拘留5天。这个对于我来说，如果真的拘留了我5天，回来可以好好跟大家讲一讲。但是还是最好不要干这个事儿啊！拘留像我这个身体可能未必受得了。还有啊，最后一条啊，说一切责任都在美方啊，如果没有抓马杜罗，就没有这些破事儿了。这个你也不能这么讲，对吧？咱们虽然比较金贵，对吧？出去这个安保比较严格，但是马杜罗那种还是小国寡民嘛，对吧？咱们应该不至于怕成这样吧？啊，这个当个玩笑看看就完事儿了啊。好啊，咱们最后看看还有哪些。现在 Gemini 带记忆就很难受啊，不知道怎么关。我把 GPT 啊，我 GPT 能把记忆关掉。我 GPT 其实让它带着那个记忆还是挺方便的。超发的需要通过贷款释放出去啊，现在贷款数据上就没法看了，这肯定没法看了。Gemini 对科学问题的解答还算可以吧？这个，因为我其实真的很少用 Gemini， 现在每天阅读新闻的时候，就叫 Gemini 总结啊，例如川普访华要干啥，然后和 Gemini 讨论啊，这个也行吧。我 ChatGPT 记忆就推出的时候，我用了3天就关了啊。我其实一直在用，我觉得挺好使的。吸接盘前涨了差不多11%啊。
希杰这是要干嘛？老范买的啥 ETF？好像贝莱德全球科技啊。这个对了，一个办法就是开新窗口啊，这个是肯定的。地图平台都有加偏啊，是中国的地图平台都加偏。关闭 Gemini 记忆网页版再设置第一个活动记录，保留活动记录啊，选择关闭哦，这样了，你看有人学教了吧 ？Cloud 把人类当成生产单元是工业时代的观念啊，这种观念很可能过时了啊，所以和 Cloud 的对话也是很有启发的。我也准备回头研究一下 Cloud。满处禁止无人机啊，那玩航模的有明令禁止吗？这就不了解了，也不玩航模。Cloud 说把人类当做生产单元是工业时代的观念啊，人类进入后稀缺时代，这种观念很可能过时了啊，所以和 Cloud 的对话是很有启发的。我怎么觉得刚才念过这条？地图是信息集合体，高精度管线军事相关的地图才是国家机密。这个不一定啊，就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要求。限飞区太夸张了啊！真正玩的，特别是对玩穿越机的没用。穿越机上是没有 GPS 的，但是逮着很麻烦啊。高德地图搜索中南海显示是没有结果，这个我没搜过，不研究这个。Gemini 的长文本博弈推理很厉害啊，这个你的聊天深度决定了它的回复质量啊，是个需要被调用的 AI 啊，好吧。反正我的很多的应用都是非常非常依赖 Gemini 的，就是我 Gemini 每个月的这个消耗的 token 大概也是得有30-50美金啊，这个非常高。就是一边讲低空经济一边禁飞，那没办法，我们干这种左手左右互搏的事干的太多了。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啊。然后因为我还有一个视频没剪，老婆出差了，然后这个需要靠自己剪视频。那好啊，我们下周三老范读评再见。看看最后一条什么啊？我想起罗振宇说的，有人和 AI 聊天结束了，说句谢谢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消耗算力的啊。低空经济就是个笑话，这个就不知道了。好像老范的留言我有几条是看不到的啊，不应该吧？有什么可以把一本书说说，然后绕着书聊天？太多了。这个一般做 RAG 都是可以搞定这件事的啊。老登玩玩就算了啊，要什么无人机啊？好吧，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陪伴，再见，结束。